女人重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的受夫疯狂下药，即使他们会因为药物的影响彻底沦为废物，女人却依旧不肯停手。而她所做的这一切，竟是为了杀死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。只因1年后兽氏天灾降临，实力越强大的受夫变异程度和副作用越严重，反而低等的兽人安然无恙。上一世闺蜜沈岩因为强大的治愈力，被分配到的都是 S 级的超强兽人，而苏唐因为实力太弱，分配到的都是最低级的兽人。沈岩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不仅设计骗走了他的5个兽夫，更是联手兽夫们将他残忍杀害。穿越回来的苏唐为了复仇果断出手，却没想自己的闺蜜也穿越了回来。眼看着计划失败，自己还要被关进监狱，原主直接先走一步。而正在砍丧尸的女孩两眼一黑，穿进了苏唐的身体里，刚理清脑海中的记忆，就听到旁边传来一道冷清的声音：苏唐，换兽夫还是进无名监狱？你选一个，我答应你交换兽夫。苏唐眼神坚定，穿来就死的话未免也太不尊重这次穿越了。沈岩不舍得自己的极品兽夫，但要是不换的话，他们几个在未来就会要了他的命。他心下一狠，好，你过来，我们一起向星端发起申请。苏唐从冰凉的地上爬起来，他现在伤痕累累，每走一步，台阶就印上一个血脚印。沈岩身旁的男人紧盯着苏唐，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顺着苏唐的尾椎骨爬上来。这是沈岩的兽夫黎素，尼鲁海域的人鱼领主，精神力等级为 S 加。看看，给沈岩的就是海域领主，给他的就是一条锦鲤。他回头看了一眼他那只锦鲤兽夫，这鱼都开始准备学仰泳了，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黎素拧眉，奇怪，他的催眠怎么对这女人不起作用？他眸底闪过蓝光，继续对苏唐使用催眠。苏唐捕捉到男人双眸闪过的蓝光，内心鄙夷，真是不够手妇道的，还没换词主就对他抛媚眼。他走到沈岩身边，一番操作后，两人换肤成功。兽氏大陆，雌性只能互换1次兽夫，换完之后会有2年的冻结期，这代表明年苏唐照样得死。前世天灾降临，沈岩的兽夫追着他杀，若不是他强行和苏唐换肤，他也会死在那次天灾。但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在换完兽夫并让他们杀死苏唐后3天，星端就发现了这件事，他因此被关进了无名监狱，第6天就死了。沈岩不明白，他救了半个兽氏大陆的人，这大功还不足以抵消手上雌性的命吗？好在他死后意外绑定了系统，系统给了1次重生的机会，让他回到了苏唐偷用增强剂的那天。苏唐看到云端兽夫名单的时候长松一口气，对死亡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黎素想到以后要跟在这种雌性手下，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苏唐，你这种不把兽夫当人对待的雌主，我宁愿去死。苏唐声音掷地有声，你们兽夫本来就不是人。第二，你要死没人拦着，虽然我们是婚姻关系，我也能接受丧偶，不就是一个 S 加的兽夫吗？说完，苏唐抬头看着头顶上滚动的金色弹幕，大家都看到也听到了，这是沈岩你情我愿交换的，以后要是有谁说我抢偷的，可得去检查一下是不是脑干缺失。沈岩气得咬牙，但也不好说什么，那我就先带他们回去治疗了。阿素，麻烦你帮我和明晨他们解释一下。沈岩抬手一挥，笼子连带人一起消失，审判台的灯光灭掉，方才热闹非凡的宫殿一下子冷清下来。苏唐体内的毒突然再次发作，他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，黎素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的女人，她的生命力只剩下20。他蹲下身，一双深蓝的眸子泛着丝丝缕缕的寒意，看来你是等不到丧偶了，只能和我一起同归于尽。苏唐唇角微牵，用尽全身力气将粉唇印在男人薄唇上，不到3秒，他嫌弃的推开黎素，怎么没有变化？原主的记忆中，只要和兽夫亲密接触就能短暂提高精神力，而现在他的精神力不但没有提高，反而还是在往下跌。黎素微怔，反应过来苏唐的目的，嫌弃的用手指擦掉唇上的血迹。雌性和雄性精神力相差过大，你是没办法在我身上提高精神力的，别想打歪主意，你个二手货还嫌弃上我了。他挺直腰，抱我回去治疗，我要是死了，你们就等着来给我陪葬。黎素冷眼直视苏唐，显然是不愿意和他接触。苏唐见男人不动，收回手，直接躺在地上开始摆烂。你做什么？黎素拧眉，等死。你也一起来吧。苏唐拍了拍旁边的位置，再把你剩下的4个兄弟也叫过来躺躺。黎素神情不耐，弯腰将人从地上抱起来，不准搂着我脖子，手也不准乱摸。苏唐悻悻地收回手，只是几分钟的时间，他就已经睡着了。但他并不是真的睡着，他的灵魂进到一处空间内，映入眼帘的是春意盎然的花园。他光脚踩在草地上，身上的疲惫和疼痛一瞬间消失。苏唐找到了一处小溪，他将手放进水里，手上的划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7、8分钟后，他身上的伤口已经愈合。同样，黎素也察觉到了怀中少女的变化，短短1分钟时间，她的生命值从18提升到了90，这恢复速度就连沈岩的异能都做不到。黎素眼神闪过一抹诧异，转眼间4道身影出现在他周围。回去说。黎素丢下一句解释，带着人回到苏唐的家。苏唐在灵泉空间探索的差不多后，他算着到家的时间回到现实，才睁眼，耳边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一道人影被人打进墙里，墙体压在人身上。他要是没看错的话，刚才那道蓝色身影正是黎素。视线一转，他看着4个冷眼旁观的男人。毕景彦拥有上古神兽毕方鸟血脉，精神力为 S。雾兰渊罕见黑虎，精神力 S 加。青芷青蛇精神力 S 加。白明晨极品银蛟，精神力为 SS， 是5人之中最高。4人注意到沙发上的人醒了，注意从黎素身上转回到他。苏唐脑子飞快运转，起身走向被打进墙的黎素。对于他来说，现在最好的破局方式就是祸水东引，不管黎素愿不愿意，他都得把人拉到自己的阵营来。他跑到废墟堆费劲的搬动尸板，阿素，你没事吧？结果为了让他们看清自己的紧张和真实，苏唐他硬生生搬了15分钟的石块都不见下面有人。够了，你要装到什么时候？苏唐缓缓回头，发现黎素就站在4人旁边，5人就这么
么安静的看着他搬了快20分钟的石头。苏唐心底涌起被人玩弄的愤怒，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你们要么杀了我，要么2年后向我发送离婚申请，我肯定秒答应。毕景燕闪身到苏唐面前，掐住他纤细的脖子，说：“你到底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让阿言同意换受妇？”苏唐双脚离地，脸色涨红，他心中忍不住骂：“傻逼，让人说话又掐脖子，真是智障一个！”白明晨一巴掌打在毕景燕的脸上，眸子微眯：“蠢鸟，你掐着人怎么说话？要是想死就自己喷火把自己烤了，别连累我们。”毕景燕松手，不愧是活了100年的老不死，这么快就接受了一个恶毒的废物词主。白明晨看向苏唐：“你说2年后离婚真的假的？”苏唐眨巴眼睛：“真的，假的。明年天灾一到，你们几个就等着变异，然后被关进无名监狱去吧。”白明晨视线明智，苏唐心声一字不落的进了他耳朵。苏唐仰着小脸，清澈水灵的大眼睛眨了眨。白明晨看着他，神色有点愣。过后他慌乱别开视线：“我也不想才第1天你们就为了我大打出手。”毕景燕怒声反驳：“少自作多情，就你还不配我们大打出手？平时蛮横惯了，真以为谁都要把你当公主宠着？”苏唐眸子里的光彩瞬间暗淡，他垂着头，失落的走到沙发上坐着。白明晨看毕景燕的眼神泛着丝丝寒意：“就你话多？什么我话多？沈岩身为 S 级的治愈词主，和这么一个 D 级无异能的词主比起来，闭着眼睛都知道哪个好。白明晨，你该不会得老年痴呆症分不清好坏了吧？”苏唐算是看出来了，这毕景燕是沈岩的死忠前夫，只是白明晨这上百岁的年龄确实是有点大，都能当他太爷了。沈岩口味是真重，也不知道躺在一起会不会有老人味。太爷和老人味，白明晨嘴角抽动，强压心中想要证明的欲望。你说的办法行不通，词主和受夫分居超过3天以上，云端会向星端上报，如果检测到受夫还活着，会被判为出逃，直接处死。一直在看戏的青芷先唇出声，雾兰渊恍然质问青芷：“你不是和我们说这女人会死吗？”这正是青芷诧异的地方。沈岩出发时让青芷预测过会不会有危险，画面明明显示苏唐会在审判台上毒发身亡，他的确是中毒了，但在刚才回来的时候，他身上的毒莫名其妙的减了。5道目光汇聚在苏唐身上，苏唐知道这都是林泉的功劳，但他也不打算告诉他们实话。既然老天都舍不得我死，还让我们6个相遇在这里，不如往后这段时间我们就好好的相处，怎么样？握手言和是不指望了，况且他有洁癖，2手货男人给狗狗都不要。白明晨忽然抬眸看向苏唐：“你是真的想和我们好好相处，还是想吃粥碗里看着锅里的你心里清楚？”苏唐眨眨眼，嘴里没一句实话：“你们都误会我了，其实我之前的受夫对我一点都不好，他们嫌弃我没异能，还羡慕你们精神力强大，长得又帅。再说了，这些年我一直都活在沈岩的阴影之下，你们不喜欢我也在情理之中。”青芷暗绿色的眸子微眯，脑海闪过一帧帧画面，事已成定局，除非你们谁去找星端解决问题，否则为难他也无济于事。青芷说的对，反正我们的精神力很难再提升，2年也不算长，等着吧。雾兰渊跟着出声表明自己的态度：“什么叫我为难他？你们怎么回事？之前对阿言冷冰冰的，现在反而维护起这个坏女人来了。”毕景燕怒火中烧，化作一抹红光从客厅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搅屎棍可算离开了。苏唐长舒一口气：“你们要走要留我都接受，如果不走的话就自己选房间，我的房间在2楼最右边。”苏唐从沙发上起身，脚底抹油似的离开。随着关门声的响起，黎素的质问也随之落地：“白明晨，你不是可以读心吗？”苏唐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白明晨翘着2郎腿：“放心，睡觉不用锁门，他看不上你们。”白明晨说话丝毫不留情面。3人沉默，是不是我们活到你这个年纪，都能把生死以外的事情给看淡？黎素轻嗤，年龄在白明晨心中不是一个禁忌，但不知为何今日总是频频被提及。白明晨双眸阴沉：“你找死！”下一秒他闪身到黎素身后，抬起长腿猛地踹在他膝盖处。黎素下意识往前扑，白明晨闪身回到黎素正前方，下跪道歉，就未免太贵重，还是站着说话吧。随后又是一记重拳打在黎素的肚子上，人被震飞出去数米。几秒过后，黎素从水池中冲出，水飞速凝固成冰柱，向着白明晨射去。苏唐才躺下，就听到下面乒乒乓乓的：“打吧打吧，打死一个算一个，打死1双算1双，只要不危及他的生命就好。”苏唐闭眼准备进入灵泉清静一会儿，才合上眼，房间门被人敲响。他打开门，是雾兰渊：“你下去劝劝。”“我下去劝会不会打得更厉害？”苏唐装作为难的咬了咬唇。雾兰渊皱眉：“他们再打下去，房子该被拆的差不多了。我和青芷会没住处。”原来如此，还以为是兄弟情犯了。苏唐硬着头皮下去，方才还整洁的客厅现在已是一片狼藉。你们要打滚出去打，我还在外面欠了8万灵金，没钱换房子。黎素和白明晨纷纷现身客厅。8万灵金，你在外面还养了受妇？青芷始终淡定的一张脸，在此刻终于是有了别的情绪。苏唐摇头否认，黑心巫医骗我说他的药可以生出新的异能，我买过2次，一个疗程4万。气氛僵持时，苏唐脚底抹油，打了声招呼就往楼上跑去。我累了，先上去休息。你们要打架的话，记得避开承重墙。他回到房间反锁门。3个月后，星端会发布赏赐任务，排名第1的人可以向星端索要一个愿望，有楼下这群 S 加受夫的帮助，自己便有很大可能获得第1，而只要他能拿到第1，离婚便指日可待。到时候精神力提升了，婚也了，想找什么人当受夫就找什么人，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被人算计死。苏唐就这样想着以后的幸福生活睡着了。是夜，夜深人静，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苏唐房间。夜深人静，所有人都睡了，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苏唐房间。黎素想起今天在审判台发生的事情，开始发动异能进入苏唐的梦境。入梦的瞬间，苏唐睁眼醒来，黑夜中一双泛着幽蓝光的眸子就这样出现在眼前。他发出尖叫，坐直身体往后退。你想干什么？黎素担心他把其他人吵醒。闭嘴，我不伤害你，我只是想搞清楚为什么我的异能对你没用。苏唐黑人问号脸，你的异能是什么？催眠，窥探梦境。从苏唐醒来，他知道自己又失败了。既然失败了，你就
先回去睡觉，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商量。我的床被白明晨丢了，你是人鱼，不能随便找个水沟凑合一晚吗？黎素极力控制想把苏唐丢出去的欲望，那不然你睡沙发好了。折腾了这么久，苏唐的困意再次来袭，顾不得房间还有个对他充满杀意的男人，就闭眼睡过去了。次日清晨，苏唐趁着房间没人，再闪身进入灵泉空间。云端商场有一个线上交易市场，可以把获取的稀缺灵石和草药出售掉，而他的灵泉空间有一块种草药的黑土壤。他打开云端商城，翻看草药百科，其中一种叫血草的安定草药卖的最贵最好。苏唐看着血草的图片，总觉得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他把目光投向土壤周围的杂草，开始寻找起来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苏唐最终找到了2颗血草。他把血草变卖后，又购买了1包血草的种子，撒在黑土地，种完之后离开了空间。楼下5个男人一言不发地坐在餐桌面前。是不是你催眠的阿言让他答应互换受缚？毕景燕心情十分差劲，黎素眼神平静无波。不是，那你大半夜进他房间做什么？你是真饿了？连苏唐那种人都能下得去口，当初又何必装清高，百般拒绝阿言？我拒绝沈岩是清高，那你拒绝他是什么？是下贱。眼看着又要吵起来，苏唐快步走到厨房喊停，小嘴巴闭起来。我找到了能快速离婚的办法。他将昨晚计划好的事情讲给5人听。毕景燕讥讽道：你的意思是你想成为寿氏大陆的第一次主？我主要还是想帮大家快点离婚。白明晨轻笑，是想帮我们离婚，还是担心1年后的天灾被我们害死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什么天灾？雾兰渊紧盯苏唐，虽然不知道白明晨是怎么知道的，但苏唐知道他现在不坦白就只能等死。其实我是重生回来的，1年后寿氏大陆会有迷雾来袭，接触到雾气的兽夫都会变异，精神力越高的人变异的更加明显，到时候你们都会被感染成为异兽，最后被关进无名监狱。这也是沈岩不要你们的原因，不然凭借你们对他的了解，他和我的关系真的有好到愿意舍弃你们救我吗？饭桌上顿时陷入沉默。青芷主动破冰，我支持你的想法。说着，他调出云端给苏唐打了8万灵晶，这灵晶你拿去还了，你最好是预知到他以后会救你的命。毕景燕黑着脸提到预知，青芷喉咙一阵发紧，他在苏唐身上根本就看不到任何东西。面对这笔意外之财，苏唐眸子亮了起来，谢谢你啊，青芷，等计划成功，我第一个和你离婚，你们几个再考虑考虑，我先去把钱还了。苏唐走后，毕景燕学着他刚才的语气阴阳怪气道：谢谢你啊，青芷。白明晨这样说肯定是听到了他的心声，那话不像是骗我们的。青芷内心平静无波，黎素望向白明晨，你是什么时候听到他心声的？昨天你带他回来说要和我们和平相处的时候。毕景燕急了，你们怎么就被这几句话说服了？白明晨眼神嫌弃，少刷点降智视频，再刷你的智商就没有下降的空间了，追赶不上年轻人的潮流直说。黎素跟着起身，他这2天对年龄格外敏感，你保重。白明晨见黎素要上楼，出声喊住人，你的床我赔给你了，言下之意是可以回自己的房间睡了。黎素脚步顿住，我重新选了楼上第2间，那间留给愤怒的小鸟。雾兰渊和青芷熟练的起身退后半步，只见愤怒的小鸟蹭的一下，身体四周开始冒红光，桌子上的纸杯化为灰烬。青芷似笑非笑怂恿毕景燕，去吧，去锁定猪头。雾兰渊见怪不怪，一脸淡定的回房间，对几人之间的斗争并不感兴趣。青芷则是往外走去。另一边的苏唐凭着原主的记忆找到巫医开的店，才进门就嗅到空气中有一股浓郁的檀香。苏小姐，上次我卖给你的药怎么样？一个戴着白马毡帽、蓬松棕色卷毛的女人走了出来。最近我这里进了一批新药材，你要是试试吗？我不是来买药的，我是来还钱的。还钱？巫医音量陡的拔高，我算算，你一共欠我16万灵晶，是准备分期支付还是一次性全款？你放黑袋是违反大陆规则的，况且你还有1半的药没给我的，怎么说也只有6万灵晶。苏唐表情严肃，这里白纸黑字写着的，也有你的字印，你还想赖账？巫医摊手，一张纸悬浮在空中，偷炼兽人已经是死罪，就连无名监狱都不收你这种恶词，再加上放黑袋和偷兽增强剂，你说新端要是知道了，你还能留个全尸吗？青芷上前把苏唐护在身后，你难道没感受到他身上有死尸的气味吗？苏唐摇头，你是来保护我的吗？你仇家太多，我怕突然暴毙而亡。苏唐内心腹诽，你们这5个男人小嘴抹了百草枯是吧？浪漫的绝缘体，他是你的受缚。巫医惊诧，把之前的灵晶全都还给他。原主在巫医这里消费了有10万灵晶，算上欠款的8万，一共18万。巫医明显不情愿，青芷眸子微眯，飞速朝着屋里闪去。几秒过后，抓了2个兽人丢到巫医脚下。你以为残害 B 级的兽人星端就不会注意到你吗？能丢命的秘密被人发现。巫医吓得大叫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把钱还给他。苏唐歪头看清楚了躺在地上的2个兽人，小脸瞬间变得煞白。我转过去了，欠条也都销毁了，求求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。巫医跪在地上向青芷磕头求饶。青芷检查过云端，苏唐已经恢复成正常雌性，最后的决定都是交由此主决定。青芷回头这才察觉到他的不是，当即抬手将苏唐打晕过去了，意识逐渐回笼。苏唐坐起身，看着熟悉的四周，猜测应该是青芷看不下去把他给打晕送回来的。叩叩，门被人敲响，苏唐打开门看到黎素站在门口，下楼吃饭。2人一前一后下楼。苏唐看到桌上的爆炒肥肠和猪肝汤，眼睛顿时瞪圆，跑向厕所捂住嘴干呕。负责做饭的毕景燕一脸黑线，他什么意思？嫌弃我做的饭菜？青芷这才注意到5个菜2个都和内脏有关，他今天受到惊吓，对内脏敏感。青芷开口为苏唐辩解，墨绿瞳孔隐隐担心。等缓和过后，苏唐重新回到饭桌上，却发现猪肝汤和爆炒肥肠已经挪到青芷面前去了。苏唐拿起筷子，青菜入口的瞬间就被这菜所惊艳，这是谁做的？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青菜。毕景燕强压住上扬的唇角，这是青罗菜，没见识，又不是你做的，装货。果不其然，毕景燕又炸毛了，她将筷子啪的一声拍在桌上，还真就是我做的，有本事你别吃，我就吃，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吃？你做的怎么了？还不准人夸是不是？
我什么我？谁让你把饭菜做这么好吃的？放心，离婚你排第2个。这话简直让毕景燕无言以对。我还不想给你做饭呢。他很是傲娇。有了苏唐的夸奖，他准备明天再做几个硬菜让他开开眼。白明晨无奈的摇头，这傻鸟都被人哄成胚胎了还不自知。两人拌嘴的时候，年龄加起来不超过12岁。吃完饭，苏唐把人召集在客厅。今早的计划，既然大家都没有说反对，我就当你们默认了。在青芷的帮助下，我已经恢复成了正常词主，现在可以购买通行证了。我想尽快去雷岛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杀鸡用牛刀。白明晨靠在沙发上，一双桃花眼多情勾人。毕景燕赞同，多买几张，我们带你速通。不行，历练间隔时间需要3天以上，而且每次需要待满2天，这是对词主的考验。我们去只能保证他不会死，其他的我们不能插手太多。黎素出声提醒，兜兜转转只能靠自己。苏唐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物理外挂。白明晨长手一挥，茶几上出现满满当当的武器。或另外4人看到武器后，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异彩。这么多，毕景燕羡慕道。可你认识1年0 3个月，居然抵不过一个只认识3天的女人，记这么详细，难怪你拒绝沈岩的亲热。黎素起身走到茶几面前，拿起一把匕首在手中把玩，不想变成烤鱼就闭嘴。毕景燕顿时没了好脸色，看不出来这小鸟还爱玩欲拒还迎那一套啊，真是够花的。听到他心声的白明晨一愣，转而望向苏唐。苏唐最后在一堆武器中锁定一把红色的弓箭，弓箭下方有一根红色羽毛作为小挂坠，这是烈焰弓，无需上箭，拨动弓弦就会有火箭射出去。白明晨解释，那这个我带走了，等任务结束还给你。我有点累，先上去休息了。苏唐拿着弓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他回到屋子，拿着弓进入灵泉空间，开始在空间里练习弓箭。学习的过程中总是枯燥的，苏唐好几次想放弃，但一想到身边还有时刻会要自己命的人，又捡起被丢在地上的弓箭开始苦练。第2天，苏唐洗漱好下楼，坐到沙发上。我饿了，你们没有弄早饭吗？白明晨坐在沙发上看着他，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。毕小鸟呢？一大早就出去买菜了，说今天要亮瞎你的狗眼。两人认识不过才3天，对话就像是在一起生活了10几年一样。那其他人呢？我只是起得早，不是保姆，怎么会知道所有人的去向？苏唐点点头，老人绝少很正常嘛。我已经买了3天后的通行证，你等会见到其他人帮我转告一声，我还有事，先上去了。坐下。白明晨开口，一个墨绿色沙发都让他做出了王座的既视感。苏唐坐下，你有事要和我说。想到接下来要说的话，白明晨脸色闪过一抹不自然。我开智的时候已经活了50年，在某些方面来说，我其实和青芷他们一样大，一样大。苏唐拉长尾音，你是指哪方面？话出口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体内的大黄鸭头被释放出来。年龄对我来说不重要的，在我看来你们都一样，况且我们1年后就离婚，你不用在意我的想法。苏唐的一番话间接点醒白明晨，是啊，他们是要离婚的，怎么会突然在一起这种东西？我没有在意你的看法，只是你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一股看老人的感觉，让人看着很碍眼。误会，肯定是误会，我这人心眼就善，所以看什么东西都善。他笑哈哈的解释，实则后背已经开始出冷汗。白明晨冷哼，最好是中午吃饭。苏唐趁着众人都在，把他们都拉到一个群，群名设置成谁不离谁孙子。我昨晚已经购买了3天后的雷岛通行证，一共要在岛上待3天，你们记得收拾好行李。出发当天，苏唐的背包里装满了灵泉空间的灵泉水，他站在楼梯口，看向坐在沙发上的5人，清一色的宽肩窄腰，乍一看只能看到大长腿。你这是准备去春游？毕景燕看着全副武装的苏唐打趣道，我和你们能比吗？我可是第几，还挺骄傲。黎素起身走到苏唐身边，通行证拿出来，我记得你们磁性的云端是可以储放东西。苏唐后知后觉的调出云端，发现里面被原主塞了很多衣服。不用，我喜欢仪式感。他嘴硬，黎素没有选择戳破。苏唐拿出通行证验证了词主身份，随后通行证在他的注视下消失，手臂出现了48小时的倒计时。我们该怎么去？反正不是骑着我们去。白明晨被苏唐跳脱的思维打败，你打开门出去看看。苏唐打开门，屋外的景象已经变成了乌云密布，平均10几秒就会有闪电劈下来的景象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踏上雷岛。雷岛是一处黑色海水的小岛，黑海下面泛着繁星，一闪一闪的，诡异之中还有点漂亮。好看吗？黎素问他。好看，这海看着和黑夜繁星一样，你所看到的亮光全都是会释放高压电的电鳗和电粘。根据星端的要求，你需要潜入海底杀20条电鳗，还有拿到 A 级电鳗体内的稀缺蓝金矿石。苏唐傻眼了，这怎么完成？都在水里就不说，关键海水导电，还觉得好看吗？毕景燕在旁边奚落，少废话，单靠他一人2天都完不成基础任务。雾兰渊手上出现一把黑色的蒙古弯刀，他走上前，在距离海边只有半米的距离时回过头过来。苏唐拿出烈焰弓听走过去，注意力集中，看天上不要看海里。苏唐认真的点了点头，有人要和我赌吗？毕景燕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我们就赌他能不能命中。白明晨接话，赌注是什么？你武器库里随便一样东西。青芷抬眸，眼睛专注的看不远处的女人。白明晨，这是冲你来的。好啊，反正你们身上也没我想要的，我要是输了你们随便挑，你们输了一人给我20万灵金。白明晨爽快的答应下这个赌注，其余3人皆是一愣，他们身上一共20几万的灵金，白明晨这时都想拿走。毕景燕笑道，行，我和你赌，我赌苏唐1条都射不中。青芷皱眉，我赌他3条以下。黎素视线从他身上收回来，我不参与，那我赌他10条以上，20条以下。白明晨微笑，准备好了吗？雾兰渊开口，苏唐乖乖答道，准备好了。雾兰渊提起弯刀向着水面砍去，海面受到重力打击，从中裂开一条缝，以2人为中心，左右出现一道水墙，电鳗混着海水被震飞起来。苏唐看准机会放弦，空中顿时出现无数道红光，像下雨似的场面令人震撼。毕景燕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白明晨则是像师傅看爱徒一般看向苏唐，不错，学得有模有样。随着海面重归平静，苏唐看向手腕上的进度条，第一次就中了13条，他高兴地举进度条给雾兰渊看，像个等待夸奖的孩子。雾兰渊到嘴边的继续咽了下去，脱口而出的是厉害，第一次就射中了13条。
这彻底激起了苏唐的斗志。雾兰渊可以继续了，我有把握这次超越上次。雾兰渊握紧弯刀，加大力气劈了下去。15秒结束，我这次射中了25条。苏唐激动的在原地蹦了2下，进度条彻底拉满，在末尾还标记了一个的标志。我们是不是能进行下一关了？刚才都是没有评级的变异兽，你还需要再射杀一条 C 级的变异兽。记得在任务完成前把灵晶打到我账户上。白明晨挑眉，脸上的笑容嚣张。青芷、毕景彦、黎素拍了拍2人的肩膀，赌徒没有好下场。白明晨走到苏唐身边，不错，这弓在你手中也不算浪费。苏唐听到白明晨的夸赞，有些受宠若惊。放心，离婚我不是说说而已，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们看。白明晨有点懵，我说的话和离婚有联系吗？毕景彦最后一个走过来，看向苏唐的眼神幽怨，你藏的可真够深的。苏唐有些不解，怎么他过关了这人还不高兴？提前完成任务会有奖励吗？黎素点头，越快完成任务评分越高，那就别浪费时间了。你们4个快去抓一条 C 级的变异兽来，待会儿你们控制住他，让我射个300-400箭就够了。为什么是我们？雾兰渊已经出力了，让他休息一会儿不行吗？苏唐的回答理直气壮。白明晨拒绝苏唐的要求，你的剑飘成那样，是觉得我们的命比他厚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不是涉及到某人老家了吗？作为东道主，他肯定有办法。白明晨意有所指，每个字都在暗指黎素。换地方吧，这里没有 C 级的变异兽。突然一道闪电劈进前面的森林里面，苏唐走到黎素身边，向百科全书打听 C 级的不会在森林里面吧？黎素微微颔首，那雷是真会劈到人吗？苏唐看着时不时就降下的闪电，心里害怕的不行。他发现这个雷岛简直是史诗级难度，谁导电在打雷劈闪电的时候还要往森林里走去，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。会，那是真的闪电。黎素不厌其烦地为他解答。苏唐没再问，害怕知道的太多会让他拔腿就跑。见他害怕，黎素破天荒的安慰，有我在，别怕。突然青芷阴恻恻的声音响起，说的好像只有你在一样。怎么，你这个先知是预判到我们4个要死在路上吗？看着几人又要拌嘴，苏唐此刻无心招呼纪律，这哪里是 S 级的兽夫团，简直就是幼儿园的小班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已经有很多人驻扎在森林，苏唐他们的出现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。他就是那个给自己授夫喂金鸟，最后厚着脸皮问闺蜜交换授夫的那个恶雌。3个雌性围坐在一起，光明正大的议论苏唐，好像叫苏唐是个没异能的雌性。苏唐握紧烈焰弓，指节用力到泛白，最后无奈松手，当作没听见。走吧，我们去休息一会儿。见苏唐不敢接话，对面议论的气势越来越嚣张。看吧，我就知道他肯定不敢对我们怎么样。5个男人脸色阴沉。毕景彦看着若无其事的苏唐，恨铁不成钢。你在家的时候不是挺能说吗？怎么一到外面就哑巴了？苏唐一滞，我该说什么？说是沈岩主动提的换夫，还是说你们会站在我这边？真相又不重要，他们只信自己听到的。5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随后相互对视一眼，走向刚才说闲话的3人。你们的授夫呢？你们想做什么？察觉到词主有危险，3人的授夫纷纷现身，一共16个，怎么分？毕景彦看到这么多人有些兴奋。雾兰渊难得的露出笑容，看个人本事。话音未落，白明晨率先出手，他拳到肉，几秒不到撂倒一个，一瞬间场面乱成一锅粥。突然森林涌起一股雾把他们包围。苏唐手撑下巴，有些可惜看不到里面的画面。果然还是白莲花当着爽，他是可以不在乎，但这5个自尊心强的要死的人怎会允许自己的词主被人这样羞辱？这要是穿过来的是幼儿园老师，这5个不得被训成狗。10分钟不到，战术结束，雾气散去，毕景彦气得骂骂咧咧，青芷，你脸都不要了，这也要抢我人头？我在帮你治拖延症，一招的是非要显摆，别人的命就不是命了。果真是幼儿园小班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苏唐直接上云端把群名从谁不离谁孙子修改为向日葵小班。他看着倒在地上的一群兽夫，都死了吗？青芷微怔，回想起昨天他看见死尸时难受的场景，没有，还剩了几个活口，都弄死的话，雌性没有兽夫保护会死在这里，我们也会被追究责任。说坏话3人组发现自家兽夫没气后发出怒吼，苏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看吧，明明是你们动的手，最后的错还是在我身上。苏唐撇撇嘴，加深自己在兽夫心中的无辜形象。话未落地，天空突然降下一道闪电，小心！青芷眼疾手快地抓住苏唐手腕，将人带到身边，闪电就劈在离他2-3米处，哈哈哈哈！挑事的女人哈哈大笑。苏唐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的报应，你就是该死。苏唐从青芷怀中仰起头，在5人好奇的注视下走到女人面前，啪！女人右脸的巴掌印很醒目，你敢打我，打你就打你，还要通知你不成？下次招惹人麻烦你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我是好惹，我的受夫不好惹，见人只敢瞪着自己。苏唐翻了个白眼离开，原来装逼的滋味这么爽，趁着还没离婚，必须找准一切机会装。他走回来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5人没有反驳，带着他走到另外一处空地休息，才坐下，黎素就开口，刚才那道闪电不是天上劈下来的。苏唐皱眉，不是天上劈的，那就是人或者异兽，能劈1次肯定还有第2次。想到这里，他默默拉近了和青芷的距离。走在最前面的白明晨视线一顿，目光落在苏唐身上，只见他一脸谄媚的靠近青芷，一向不喜和人接触的青芷也没有露出不耐的神情，怎么不走啊？毕景彦不解地看向白明晨，白明晨唇抿直，眸底泛起一丝戾气，我走前面害怕。黎素蓝眸微眯，余光放在后面的苏唐身上，总觉得白明晨说出这么反常的话会是因为词主。你再说一次，我刚没听清。毕景彦悄悄打开录音，准备记录下白明晨认怂的瞬间。白明晨连眼神都不屑于给他，迈开长腿走到苏唐旁边。黎素开口，就在这里休息吧，再往前面走就是雷系异兽的区域，一听能休息。苏唐直接席地而坐，明明没走2步，感觉好累。你现在精神力太低，觉得累是正常的。青芷说着递过来一杯水，苏唐接下后，唇角绽放出一抹明艳的笑，谢谢。他喝了一口，水从嘴角滑落到脖颈上。雾兰渊在擦刀，鬼使神差的抬眸，正巧看到这一幕，他喉结上下滚动，注意力重新放回刀身上，弯刀上映射着男人脸，脑子
全是苏唐刚才喝水的画面。苏唐拧紧瓶盖，把水递还回去。毕景燕减小音量询问青芷 ：“C 级的他能打过吗？你快预测一下，我还有10万灵晶，争取一次性赢回本。”青芷掀起眼睑，目光扫过其余4人。要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异能在苏唐这里失效，指不定会被怎么嘲笑。他脸色平淡：“你猜，我们2个可是同一战线的，你输的20万就不想拿回来？不想当积德行善了？”毕景燕瞳孔收缩，声音陡地拔高：“20万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。”苏唐看向2人，听到20万灵晶时，眼底闪过一抹光彩。20万，这可不少，不容他多想。天空又降下一道闪电，直冲他而来。苏唐身体瞬间腾空，他缓慢睁眼，发现自己是被白明晨公主抱停留在空中。刚才他待的地方已经成了一个黑洞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闪电怎么追着我劈？你伤天害理的事做得太多。白明晨嘴上不饶人，腰上的手却丝毫不敢松。就在苏唐以为能下去休息的时候，又有几道闪电冲着他袭来。白明晨抱着人四处躲避，速度快到出现残影。下一秒，雾兰渊的弯刀划破空气，穿进乌云中。片刻过后，头顶的乌云散开，有道人影急速降落到深坑。总算出来了。白明晨抱着人降落，苏唐躲在他身后观察坑里的人。这就是 B 级电蛮异兽，黎素睥睨着坑里面的异兽，要不就他了，其他 C 级的也不敢出来。毕景燕转头问苏唐，苏唐腹诽，这是给他挑选对手，可不是在菜市场挑大白菜。我才 D 级，言下之意是打不过你。如果是 B 级，他也不敢来。只要你死，我们跟着死。他可以从 B 级直接升到 S 级。李百科及时出现为苏唐解惑，感情是盯上他这个软柿子了。坑里的异兽眼珠子乱转，他本意是想偷袭苏唐，不曾想被这5人识破，甚至还引诱他现身。毕景燕见苏唐犹豫，恶趣味的提议，我先把你丢下去，等你打不过了再下去救你怎么样？毕景燕也不等他回话，直接上前一步将人推了下去。烈焰功是由凤凰真火淬炼出来的，连沈岩都拉不了几下。这女人2天就用这么顺手，你们真的不好奇？这话说到其余4人的心坎里，他们克制住想去救苏唐上来的念头。苏唐猝不及防地跌进坑里，落地的瞬间，心中的火蹭蹭往上涨。他抬眸愤怒地看着毕景燕。